你在殡仪馆是管事儿的吗？谈不上，我只是遗体整容师。那你告诉我，只火化一条腿怎么收费啊？这是个挺少见的问题。你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？我不以自己见过的世面为荣，但如果你想听到切实可行的答案，也需要有点诚意，至少再告诉我一些具体信息吧。我之所以避开这边的殡仪馆，就是不想让家人知道，麻烦。所以你也不用问我那么多了，就直接告诉我，是单烧一条腿贵，还是烧我整个人贵？我盘算一下性价比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您是要做截肢手术吗？是，我爱，要么切了，要么死。我看您精神状态还可以，都这么说。说还年轻，也不缺钱，只要能把命保住，缺条腿不影响什么。那他们说的不对，还是会有影响。我认识一个截肢的姑娘，花了好些年，才把日子给过明白。但她现在确实过得挺好的，事业有成，活蹦乱跳。残腿完全不影响她的乐观与可爱。她过得好不好和我没关系，你直接告诉我价就行了。您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提钱，也许钱在你的生命中确实很重要，但恕我直言，我并不觉得价格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。你说都活到我这份上了，还说那些虚的干嘛呀？啊，其实我也知道，问你们也是白问，我也想明白了。实在不行呢，我就找一个没人的桥往下一跳，一了百了，再也不给任何人添麻烦。这你说的又不对了。如果您真想从桥上跳下去，首先是给政府部门添麻烦。您选择的桥也很重要。就拿我家乡的南平大桥举例，如果人被冲到了上游，尸体归您负镇管；如果被冲到了下游，尸体归吉安镇管。如果刚好被冲到了中间，两个镇还得开会掐架，特别麻烦。你这人还挺逗。倒是很少有人夸我这一点。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也绝对谈不上感同身受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厌倦生命的时刻，原因可大可小，但痛苦的重量却是一样。包括你，包括我。蒙我的吧？啊？你这看着才叫好模好样的。在死亡面前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有些家属总想用一些特殊的棺木、奇特的骨灰盒，或者是昂贵的墓碑来证明逝者与众不同，但其实这些都只是幻想。一旦死亡，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，只有拼尽全力的活着，才能证明我们的独一无二。就像我跟你提到的那个残疾姑娘一样。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姑娘？
未来10年，进口替代依然是中国医疗器械发展的主旋律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上下游产业链不协同，所以更需要各方人才汇聚，建立一支涵盖医学、材料、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团队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歇会儿吧，我这2天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联合国请你去演讲去啊？这个机会对我来说不亚于联合国的邀请。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我那前领导黄小姐吗？她对我和王西夏的创业计划很感兴趣，她会投一大笔钱跟我们大展拳脚。你这事儿跟麦东商量过吗？啊，这种事儿肯定不能电话里商量。等他回来，心情恢复点儿，我会如实说的。你干嘛盯着我呀？知女莫若母，还如实说，你是不是想瞒着他？这哪瞒得住啊？但这种话题，总得讲究点方法。之前谁跟我那儿吹牛啊？喜欢就在一起，尽情享受恋爱，不影响年后回收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。我是揭你短了吗？真是，我看你们俩越谈越认真，我这心里还高兴呢。越认真越为难，这蜜月期呢就得异地了。我看人家未必愿意跟你异。他说不异就不异啊？难道他要跟我分手不成？你们俩又没领证，你还能强迫人家跟你异？反正我不会放手的，大不了先找盟友，曲线救国。祝你好运。东子这眼睛啊，上次得结膜炎还是他爸妈离婚的时候呢。他都没跟我说。你就装不知道吧。他这阵子啊，肯定没少哭。来赏花的不说这个了。哎，有首诗你读过吧？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咱们镇上的春天呐，你也不是年年能看的，且看且珍惜啊。奶奶，我听出来了，您话里有话。你也那么聪明啊，我话就说到这儿，省得说多了惹你们年轻人生厌。您说的什么话呀？您这么聪明可爱，我怎么可能厌你？要不是您啊，我跟陈麦东可能压根儿都成不了。但是奶奶，我也想请您理解一下我的难处。上海，我的确放不下的，那里有我经营很多年的事业，还有朋友。那当然了，时代不同了嘛，女人追求事业，天经地义。就知道奶奶最善解人意了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感激涕零了。不过奶奶您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对陈麦东负责的。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是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找到的。奶奶信你，但是你也得给奶奶一句准话。你跟麦东到底是只想谈一场恋爱呢，还是考虑过结婚呢？其实我之前想的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喜欢就在一起啊，分手了没准还能当朋友。但是奶奶，我现在很确定，我未来的生活里必须要有他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也感激涕零啊。所以小杰啊，奶奶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啊。我觉着吧，碰到了对的人，还是要结婚。不是奶奶老土啊，也不是想催着你们生孩子，就是觉得吧，这男人跟女人呐，如果图一时之快，私婚呐、同居呀是省事儿，分开的时候也省了很多的麻烦。但是这种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的关系，不会让人长进。虽然说经营婚姻或者离婚代价很大，甚至于肯定会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但这本身就是意义。
人这一辈子啊，要能认真的受伤，认真的服输，这辈子就没白活。奶奶年轻的时候，就因为自己的这个臭脾气啊，没少跟人摩擦。以前呐，巴不得能够通通都忘掉。可是林奶奶走了以后，我就靠回去活着了。不只想她，也想那些伤害过我或者被我伤害过的朋友。小姐啊，百般滋味，这才叫人生。奶奶，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盟友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都是 girls have girls。狗什么？这狗什么丝啊 girls 就是女孩的意思。哦，够死，够意思，女孩就是够意思。对，够意思。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不无美恶，过则为灾。看舌象啊，您这个肝和胃的平衡关系啊还不错啊，只要少喝高度酒，对身体就没什么大碍。您把舌头伸往再看。妈，怎么还借机看病呢？崔大夫出诊很贵的。没有哪儿的话，我这次回南平啊，本来也就是出义诊来了。人家等你半天了。我要不给自己找点病，我更不知道跟他聊什么。崔大夫，你们俩人进去聊，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没有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坐。哎，不麻烦。坐。谢谢。没事。哎呀，崔哥，你突然来，西夏还没给我打招呼。我没跟西夏说啊，是不是唐突了？啊不，没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放心啊，阿姨身体啊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要是不给她找点小毛病啊，我俩更没得聊了。那崔哥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想让我帮你求婚？哦，我是想让你帮我看看，这个款式西夏会喜欢吗？这我也不敢替他做主啊。你说要是衣服鞋子，我还有把握；戒指这事儿吧，你还是得问一下本人。其实啊，我这就是旁敲侧击问过他的喜好才定的。那很好啊，那你也不用再跟我确认了。但我不确认的是，他想不想结婚？西夏大概从6岁起
就开始幻想自己的婚礼了。放在嘴边是一回事，那真正进入婚姻又是另一回事。我最近常想嘛，你说像你这种独立女性啊，究竟为什么需要婚姻？你说男人占地方，还邋遢，更何况我还是个二婚，究竟具备了什么不可替代性？我又能给他带来什么？崔哥，你能这么想已经很少见了。正因为我和西夏是现代女性，所以习惯了被误读。其实我们并不排斥婚姻，也不觉得丁克就一定洋气，关键是对的时间，对的人。既然我们已经到30岁了，就更要过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也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。所以，你不用替我们恐婚恐育。明白了，谢谢啊。庄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对西夏好的。我知道。浪漫季节里，想见你的心也在发芽。碎花连衣裙一换，让春天在身上醒过来。大胆试试裙裤叠穿，释放迷人松弛感。都是好牌子，买一件 get 双倍的快乐。上唯品会搜春色，你想要的品牌，你喜欢的价格，都在唯品会。你疯了！我一直补觉来着，没看手机。我也想你。明天见吧。风吹过夜空，等潮水轻轻骚动，伴我入梦。快要熄灭的篝火，不愿离去的飞虫，我听见我的寂寞。我脱掉了磨脚的鞋，慢慢走着。你眼睛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脏不脏？我去药房给你开了眼药水，巩固一下。不用，晚上我回去自己弄。我给你滴。回去再说吧。睁开。真好。速战速决啊。你的心事被海冲淡，穿过我指尖流几颗无奈，我就要离开。我的心事被风吹散，等一个美梦就瘦了好多，我该好好陪着你的。没关系。你回来都不立刻找我，一点都不想我吗？我脱掉了磨脚的鞋，慢慢走着，软软的绵绵的沙包围着我，远处闪烁的灯塔，快要走完的港口，我拥抱我。
上车，请你吃早饭。好，晚上去楼房。我的心事被风吹散，当一个美梦中足以释怀，就要忘怀那夜的海。崔哥啊，我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能接受异地恋吗？说实话吗？当然。如果已经结婚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克服。但如果还有选择，却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，我非常清楚时间和距离一定会消磨感情，不想赌人性。更现实点来说吧，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，同床共枕。你说把感情寄托在微信、电话上，反正对于成年男人来说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今天，我们养生疗愈频道要为大家选读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。人们提到他，总会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。他曾有过一段最著名的话，是说，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，不是本事，不是能力，是花木那样的生长。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，所以，当我们在生活里自寻烦恼、自相矛盾的时候，自相矛盾，楚人有欲盾羽毛者，喻之曰：无盾之间，物莫能现也。又喻其毛曰：无毛之再玩你那脚趾头，等会儿就会有人来揍你。这么半天了，没见你记一个字儿。晚上专业考你怎么办？姐，你抽没你的呗，管我干嘛呀？我生了本来就抑郁，几抑郁？我们都比你抑郁。你小学就想留级啊？这寓言故事对于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再锤，来，你现在给我背一个。背他的嘛，这总结下来就一词儿：自相矛盾。我不用认识楚国人，我观察你就行。我怎么自相矛盾了？你昨天晚上跟上海打了2个小时电话，之后跟西夏姐视频了半个小时，说：“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这动车开口啊。”早晨又让我哥帮你查回上海的票，你现在倒好，在这描眉画眼，准备去跟东哥约会了。你这不叫自相矛盾，叫什么？你自己成绩那么烂，还有空监视别人？你现在状态我也学过，叫恼羞成怒。姐，坦白从宽，回头是岸啊！陈麦东，我不会跟你分开的。我这次回上海，哎呀，不能这么说。陈麦东，我不说是因为你最近的状态不好，我不敢。你什么我不敢？哎呀，我怎么没上来就这么说啊？陈麦东，我这次回跟之前的回不一样，那不是一种回。你还要在下面转悠多久？要不我先睡会儿。回忆汹涌的午夜，往事随着月光蔓延，思念缠绕的房间，走不出迷人的幻觉。一场偶然的
干嘛？要开会啊？正经聊会儿天。哎呀，你老实会儿，有点节制。现在说，晚了点吧？呀。你想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想。那你想不想说点什么？也不知从何说起。陈麦东，我可以是你最好的朋友。你已经是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让你不那么难过？其实，林奶奶走得很平静。我也知道，死亡对她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每天都在劝慰别人，这个道理还是懂的。对我来说，离别无外乎两种：生离，或是死别。林奶奶嘱咐我的最后一句，是让我跟你好好的。而我对林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奶奶，我先去收拾一下，回来继续听你讲。可就是这么一个转身，什么都没了。曾经我以为，世间最难熬的是死别。所以当你对我说我是伟大的人，我没承认，但也没否认。可是当我在几分钟内把一场生离变成了死别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生离也许才是更可怕的事。所以庄姐，我不想再强撑了。现在的我，不希望你以任何的形式从我的世界消失。陈八东，我也一样，我也不允许你以任何的形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你知道吗？我在上海的时候遇见过很多世俗意义上的优质男，他们都很清楚怎么滴水不漏的为人处事，怎么绅士体贴又诙谐幽默。但是我从来没被他们吸引过，
之前我还总以为是我有问题，总当成恋爱。直到你再次出现，我才确定，原来我对动物园里那些狮子老虎根本不感兴趣，我只爱你这只特立独行的孤狼。啊呜！其实你永远都不用在我面前强撑的。虽然死别我没有你经历的多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生离，我很清楚有多么的难熬。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以后你可以不用做那么好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学会吧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姑娘啊？我不只是喜欢她，我是爱她。只要一想到她，再苦再难，也都有了盼头。她挺幸运的。是我幸运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不管你有没有这条腿，你都是家人和爱人的盼头。别轻易离开他们，也别擅自定义他们的感受。越艰难，越要努力。和爱的人好好度过余生的每一天吧。
宝宝就要吃好油，我选爷爷的农场。宝宝辅食就选爷爷的农场。邀您收看《春色寄情人》。